你演哑剧呢？你在跟我？门儿都没有！你怎么想的？你在那儿？不管什么样的兵，我会去发现他身上的长处。但这个兵没发现任何长处。能让高成如此嫌弃的兵只有那一位，能让高成心里记得最清楚的兵也还是只有他，这就是许三多。从最开始高成见到许三多看都不想看一眼，到后来高成看到师局域网上表扬的名字，没有许三多替他惋惜，许三多究竟都做了些什么？我们接回上一期，新兵连生活即将结束，高成也跟史金和561开始分配新兵连队工作，两人讨论的干劲十足，唯独只有史金一个人闷闷不乐。而原因就是史金心里清楚，高成和561都非常讨厌许三多，所以今天的分配工作，许三多一定不会有一个好结果。果然，当他说出许三多名字的时候，高成和561瞬间炸开了锅。有一个兵我还是想要。谁？你家亲戚？不是，你要是你家亲戚，我真要。哎，但是有一点啊，必须得各项的那个考核达标。那个，你演哑剧呢？你在跟我？许三多。门儿都没有！高成更是毫不避讳说许三多的身上没有任何优点。还记得我前面讲过的许三多举手投降的行为，在他心里以为就是个闹剧，但在高成心里却会让他记一辈子。你不能这么说，就这样，要不然把他分到我们班，我保证能把他带好，因为他是新兵连训的最认真也是最刻苦的一个。我坚决反对，那成绩最差的也是他呀。我告诉你啊，我不喜欢举手投降的兵。你对他不好，他不在乎；你要对他好了，他成天黏着你。我不喜欢这种没有自尊的人。深知自己情绪上头，高成还特意表示自己很冷静，还告诉史金他是最知道自己在乎什么的。你说什么呢？在那儿啊？什么你不知道？连部以什么评定一个班长的业绩，甚至包括他去留啊，史金同志啊？你大点声！全班战士的一切。你知道啊？这是我最大的顾忌。还在那儿，还要吧？你要个屁吧！你要。这个提醒也是高成对史金最大的爱。他其实不是在意留下许三多这个孬兵，而是担心许三多会拖史金的后腿，影响他的发展。班长，他会拖死你。镜头一转，新兵连的日子来到最后几天，奇迹也依然没有发生。虽然许三多进步肉眼可见，但还是达不到平均标准，总被单独拎出来针对训练。转眼间来到下连队的日子，随着一声声的命令下达，战士们都依次前往连队的车辆。班副啊，干嘛弄2种车来？这还用问？好嘞，上豪华大巴；孬嘞，上大卡车来。在如此严肃的庄严场合，许三多也再一次不出意外的出了意外。1号车，抢什么抢？你注点距离不行吗？许三多的笑没有别的意思，只有发自内心的高兴，因为他刚才听到了成才说的话，而自己所上的就是豪华大巴。随着名单宣读完毕，成才还留在原地，没有被分配。此刻两个人形成了鲜明落差，许三多一脸得意地向成才打招呼，而成才却一脸苦闷，生怕自己是要被分到最差的连队。就是这一幕的分道扬镳，也让许三多和成才在部队的成长道路上走向了两种极端。许三多在大巴上看到了沿途上的各种坦克装备，威不威风啊？威风！啊，对了，大家往这边看，这就是我师的炮兵团，自动化和计算机化的野战火炮。来看这边啊，这是我师的装甲侦察营，大家看看，那栋大楼就是我师的师部。装备越来越多，指导员的介绍也越来越详细。此时许三多还心里有谱地认为自己一定是分到了好的连队，但大巴越走越远，车上留的人也越来越少，最终只剩下许三多一人。此时的他脸上再也没了笑脸，看向外面荒芜的草原。他心里也清楚自己是被分到了一个没人要的地方。许三多啊，你就在这儿了啊！红3连2排5班，看守驻训场。当过兵的朋友们一定都知道，看守训练场几乎就是最差的兵才会干的活。果不其然，当来到宿舍时，你们班长呢？不是说好了今天有个新兵要到吗？
怎么连个欢迎都没有？再瞧瞧你们这个内务啊，搞成什么熊样子了嘛？那个，我们班长打扑输了，在炊事班煮面条呢。这里大家也能看到一个细节，许三多面对这样的场景，不仅没有说话，反而非常淡定，似乎已经料到这个地方就该是这样。这也是我为什么刚刚讲解说许三多在大巴上就已经知道自己是被分到了一个没人要的地方。现在我们继续拉回正题，迎接新兵不当回事，见到领导不敬礼，反而先递烟，可想而知3连5班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新同志叫啥呀？我叫许三多。许三多，热烈欢迎许三多来到咱们红3连2排5班。本来我们是要列队欢迎你的，后来这没摸准点儿。这样，我这当班长呢，给你赔5试了。此时的许三多没有生气，没有计较，其实并不是因为他是一个憨厚的人，而是因为在新兵连的日子，他彻底搞清楚了自己到底是骡子还是马。作为一个没人要的骡子，他已经不在乎被不被尊重，就算来到这种毫无军体的宿舍，也已经无所谓，没有热烈的欢迎仪式，也毫不在乎。在许三多的心里，骡子得到这些都是理所当然的。下半年水管子就接到这里，为4个人接一根水管子，可别说702团心里面没你们。那要是再给我们整个俱乐部过来，那就更得了。应该把团部也整这儿，这地方大，空气好，宽。指导员，那个应该是为5个，你们这眼里没有新同志呢。指导员的话表面是在调侃5班的战士，实则是在给他们一个最后提醒。他希望几人能因为新同志的到来振作起来，把3连5班重整旗鼓。可事实就是3人都揣着明白装糊涂，在他们的心里，他们已经是被部队放弃的弃子。带许三多去熟悉一下环境。是，不许胡说。是。在家里被叫做龟儿子，在部队被当成二傻子的许三多，会在这种低沉的地方变成什么呢？